2026年4月12日，社交媒体上疯传一段视频，俄罗斯苏武奇的老家共青城航空制造厂起火了，这把火烧得极其精准，正好烧毁了负荷生产聚合物复合材料和关键结构件的第46号厂区，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直接把苏武奇那层好不容易糊上去的隐身皮给直接揭了。有专家分析称，由于俄罗斯现在的精密制造体系早就被北约制裁的千疮百孔，这种核心设施一旦受损，短期内基本宣告瘫痪。这意味着莫斯科此前承诺的苏武奇量产提速要泡汤了，甚至可能一步到位让苏武奇量产去地府报道。回顾这起起火事件，这把火其实只是揭开了苏武奇尴尬处境的遮羞布，他的悲剧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了。2026年2月11日，卫星图片显示，俄罗斯把大部分苏武奇连夜打包运到了黑龙江边上的节约姆集基地。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很简单，实在是因为他们被乌军那些用纸壳子和胶带粘出来的远程无人机给吓怕了。堂堂5代机，俄罗斯的国之重器，竟然沦落到要躲在邻居门口寻求心理安慰的地步，真是让人感叹俄式逻辑的强大。为了不让这些宝贝被乌军一锅端，俄罗斯只能把他们安置在自认为防空系统还算完整的老家，但这真的安全吗？别忘了2024年6月，乌军可是已经完成了对苏武奇的双杀壮举。接下来咱们就深入聊聊这架被吹上天的大苏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变成大叔的，他又为什么会被称为最弱的5代机。说实话，苏武奇的外形确实挺唬人的，线条硬朗，看起来像个冷酷的杀手。但是如果你拿着放大镜去看，你就会发现这哪是隐身战机，完全就是苏伊货木工工厂的结业作业。很多在航展上近距离观察过苏武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改机机体表面的面板接缝大的能塞进一张信用卡。更离谱的是，这架号称隐身的飞机全身到处都是外露的圆头铆钉。要知道5代机为了隐身，连一颗螺丝钉的平整度都要计较到微米级，而俄罗斯人倒好，直接把苏武奇焊得像个澡盆子。这些圆头铆钉在雷达屏幕上就像是在黑夜里打着手电筒跳舞。所谓的隐身性能，与其说是雷达隐身，不如说是视觉隐身。只要雷达看不见我，我就是隐身的。而且苏武奇的进气道设计也极具俄式风情，它没有采用像 F-22 那样的 S 型进气道来遮蔽发动机叶片，这意味着敌方雷达波可以顺着进气道长驱直入，直接照在高速旋转的发动机叶片上，信号强的像是在黑夜里开远光灯。而俄罗斯是怎么解释的？他们宣称研究出了等离子体隐身技术。虽然我也不懂这是什么玩意儿，但听起来非常赛博朋克。只是在现实中，这玩意儿好像就没在苏武奇上成功应用过，完全就像是为了忽悠买家而编出来的 PPT 故事。再看看苏武奇的发动机，长期使用的是苏35同款的 AL-CEF， 动力非常不错，但红外信号大得惊人。在红外追踪器眼里，苏武奇飞过去就像是在天空中留下了一道长达几十公里的荧光标记。即便是号称推重比超过11的产品30发动机，至今也还在正在研制的黑洞里挣扎。这种工业基础的落后，不是靠几句俄式硬汉口号就能弥补的，它是俄罗斯整个军工体系崩塌的缩影。面对全世界对苏武奇隐身能力的质疑，俄罗斯搬出了一套非常高深的理论。他们说，我们不追求极致隐身，我们追求的是超机动性和基于能力的战争设计。俄国人认为，只要我飞得够快，扭得够猛，超视距导弹就追不上我，空战最终还要在近距离一决胜负。这套逻辑听起来热血沸腾，但在现代空战中，简直就是骑着自行车去冲锋枪阵地。咱们来看看中国航空工业试养所的总设计师是怎么评价的。他指出，苏武奇的设计思想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说白了就是因为隐身技术搞不定，只能去猛堆机动性。苏武奇确实搞了很多创新，比如可动前缘边条、全动垂尾、气动设计确实是一流的，但这些创新更多是为了弥补由于基础工业薄弱导致的隐身劣势。俄罗斯人觉得靠主阵雷达加侧阵雷达，再加上 L 波段1元雷达就能先发现隐身对手。他们甚至在机身上布置了多达14种武器，包括能打400公里外预警机的超远距导弹。听起来很强，但问题是，如果你自己的 RCS 像一辆卡车那么大，你还没看到敌人，敌人的导弹就已经在路上了。在现代空战中，隐身是1，其他性能是后面的0，
没有了那个一，再强的机动性也只是空中杂技。俄国人迷恋推力矢量技术，认为在近距格斗中能反杀隐身机，但问题是，隐身机为什么要跟你打近距格斗？人家在几十公里外就请你吃导弹全席了。这就好比一个拿着木棍的武术大师，非要跟拿着狙击枪的特种兵单挑，还说近身之后你肯定打不过我。那么大家认为，在现代空战中，是看不见的隐身重要，还是扭得快的机动性重要？但即便苏57烂成这样，俄罗斯的宣传机器依然在疯狂转动。2026年2月初，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还在吹嘘苏57和苏35在国际市场上仍有吸引力。普京甚至亲自站台说，去年的军事出口收入超过了150亿美元，尤其是在非洲地区表现抢眼。这听起来像是在逆流而上，但如果你仔细看数据，你会发现这就是在清仓大甩卖。比如阿尔及利亚确实被传接收了苏57，但这更像是一种无奈的政治摊派。而真正的大客户印度现在的表现简直就是一部精彩的现实主义动作片。2026年2月27日，传出印度因为拿不到法国标风战机的源代码，转而考虑采购40架苏57。俄罗斯一看，哎呀，冤大头啊，不，老铁又来了，赶紧把苏57吹成空战终结者。俄方甚至向印度承诺，苏57拥有高度自动化的辅助决策系统，飞行员只要坐着看戏就行。但印度人其实心里很清楚，苏57在乌克兰战场的表现简直可以用猥琐来形容。他只敢在俄罗斯领空内对着乌克兰境内发射几枚远程导弹，然后迅速跑路。他从来不敢真正靠近乌克兰的防空网，生怕自己那点可怜的隐身性能被爱国者导弹打回原形。印度内部现在吵得不可开交，一方认为苏57是唯一的过渡选择，另一方则认为买它就是给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捐款。甚至有印度专家直言，买苏57还不如去买几架打折的 F-15， 起码人家零件管够。大家发现没有，苏57的所谓外销繁荣其实是建立在特定国家的政治孤立之上的。一旦这些存量市场消化完，俄罗斯的军火出口将直接进入无限期的冰河时代。好了，咱们还是说回文章开头的那把火。46号厂区的损失其实是给俄罗斯所有潜在客户敲响了丧钟。俄罗斯的精密制造体系如今面临的是一种结构性瓶颈，这不仅是缺钱的问题，而是缺高端工具机，缺高精度加工设备，缺无尘生产环境。由于制裁，俄罗斯无法从北约进口顶级数控机床，导致苏57的很多零件竟然要靠老师傅手工打磨。在21世纪的今天，一架隐身战机居然带着匠人手做的温度，这简直是冷笑话。这种手工制作带来的结果就是每一架苏57都是限量版，甚至每一架飞机的零件都不能通用。这种生产效率在战时状态下简直就是自杀。就像这次厂区失火，那些高度专业化的模具和固化设备一旦毁坏，俄罗斯根本没法迅速补强。苏57计划其实已经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性能不行，所以卖不出去，因为卖不出去，所以没钱研发，因为没钱研发，所以更不行。虽然俄罗斯号称在搞光传飞控和智能网络中心站，但底层的微电子工业已经断代了。苏57现在躲在远东基地，看起来很安静，其实是深深的无奈和恐惧。俄罗斯空天军不敢把它派往前线，因为苏57不仅是战斗机，更是俄罗斯脆弱的大国面子。如果一架苏57在乌克兰境内被击落，哪怕是被一枚老旧的真式导弹打下来，俄罗斯军工的神话就会彻底崩塌。到那时，印度不会再买，阿尔及利亚会要求退货，俄罗斯在军火市场上的份额将瞬间归零。所以苏57现在的头号任务不是去前线战斗，而是在后方活着。只要他还停在跑道上，俄罗斯就能继续发传单，继续吹嘘他的超机动性。但共青城制造厂的大火无情地戳破了这个气泡，他告诉全世界，俄罗斯不仅在前线打得拉胯，在后方的制造端也已经筋疲力竭。苏57的悲剧其实就是俄罗斯国力的缩影，追求着大国繁荣，却在基础工业和科技底座上漏洞百出。在这里，我也想听听大家的看法，你们觉得苏57最后会不会像当年的金雕一样，最后只落得个进博物馆吃灰的结局？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精彩观点。本期视频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加转发，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